所以你就是这阵子在宣传期的时候讲了很多可能以前没有讲过的事情，这些 timing 也是你觉得现在说出来是最合适的吗？老实说，我没有什么选择啦。一方面是我的职业，我没有想到现在的台湾的环境变成说，连这些事情我都没有办法保留有一丝丝的余地这样子。那既然如此，它其实也让我松了一口气啦。老实说，某方面我只能往这边看，你就不用躲躲藏藏。对，所以也变成说，以前可能真的想分享的，现在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比如说跟前任的事情对吧？比如说现任，大家也很好奇。那以前没有办法享受说，我确实是有另外一半，然后我觉得我们很幸福，也很开心的这些事，现在终于也可以比较舒坦的跟大家说。那也拜于现在环境的所赐啊，现在比较开放，对。算是有点半推半就吗？还是你觉得你现在讲没有什么负担？我觉得我的适应能力变很强，就是瞬息万变，然后我也把我的尊严放得很不重要。以前小时候尊严会放自尊心很高，对，因为从小外表关系都会受人家稍微礼让3分。就是这是一个颜值的世界，对，颜值的世界，所以那个自尊心会自己 build up。因为我真的以为他小时候就是那种在班上是风云人物，大家都会围着他，女生都会围着他，一体两面。就是对啊，的确是这样子，因为外形好的人就是不是被骂就是被喜欢，一体两面，真的一体两面。所以以前大家都在，因为从以前大家就一直在嫌你跟阿本。以前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就没送，关你们屁事。我好像有写过你一定有写过100%。你写什么时候？我觉得每个唱片线的记者都有写过吧？对啊，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就是觉得你们两个就是在一起，因为你们会拍到800万次。那但是觉得我有必要分享这样？没有啊。他对劲，我就是在做工作嘛。但是那是我们的人生啊。对啦，对啊。我觉得这真的很难。我现在这题还是我觉得好险，我跟阿本都是心理很坚强的人。然后我也觉得我们的选择不是一个错字，没有必要躲躲藏藏。所以一直坚持到现在，等这个世界如此开放之后，我们才有余地去坦然的去跟大家分享。对，因为坦白说，初期在更之前的时候，我们有经历过1周刊狗仔的那一段时间嘛，就是我们连回个家，我们都觉得压力很大。然后他因为是从台中上来台北发展，所以他长期都是在外面租房子。但是以一个另一半的角度来看，我当然希望他不用再租房子，就不用再付一个房租啊。对，然后而且难得家里的人又都还蛮喜欢他的，我觉得在一起在这样的环境下，是很理所当然的一步嘛。对，但只是当时我们并没有再往下一步的机会，因为那时候同婚也还没过，对啊，所以我们只能躲躲藏藏。所以那时候如果真的同婚过，你们是有可能真的去登记？我觉得在对的 timing， 如果有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应该是有机会的。就时机点很重要，我觉得，就跟说出来这件事情。但你们事前有讨论吗？你说现阶段的状况，就是因为前阵子就是新闻铺天盖地，就是觉得说好像隐藏很久的事情，然后终于认了。这个之前你们会需要讨论吗？就是说，我要说出口了。我可以说吗？以前这个访纲上面有。已经不爱我。对啊，因为就是还是感觉是不是需要双方讨论一下？我觉得我挺坦然的，因为我认为我们的状态就是在对的分手之下，然后成为了好朋友。然后也都像家人，我们的家人亲密关系是到他们过年的时候都会去一个庙里面拜拜求签，然后师傅会帮他们所有家里面的成员求签，我是每年都会拿到一个签，我们是好到这种程度的。然后，所以我当然下意识的觉得没什么问题，大家问我们我只要在有一个有分寸跟分界线的地方拿捏好就好，但可能因为他没有想的那么透彻，或者是说因为他是双子座的关系，他都会在某个访问完之后，又再跟我讨论一次，说，这个要讲吗？这个到这个程度就好了吗？对，就差不多，已经讲完了，但没关系，那就是陪他度过他那个稍微不舒服的地方。
就是要跟他聊完之后，你是说他讲出口之后，他有点小后悔就对了，或是他看我的新闻的时候，对，然后我就会跟他说，可是没办法，因为我们经历的时间蛮长的，那虽然是我人生的很大一个部分，以我现在40岁，他几乎占了1/4的时间，那我不可能不去碰触到这一块。那既然大家都已经知晓这个知晓这个状况，我如果刻意去回避闪躲，其实也有一点说不过去。对啊，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好情人吗？你说现在还是以前？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好像是一个蛮贴心对于你看阿本，我可以接过来住啊什么的，是会为对方想。对我觉得可是他自己又发生很多事情，这个就是原因。这个原因在于，就是我要让别人走进来，我那个过关的隘口是很窄的哦，然后要花很多时间看，以至于我有时候突然发现不对劲的时候，我会不知所措，我会直接抽离跟闪离这样子，我会像逃避啦，打游戏一样闪退。因为我遇过很多我没办法 handle 的状态，就是被我发现有用毒品的，就是你要怎么一个公众人物发现你另外一半这个状况的时候，怎么办？也就是说你完全没有沟通的余地，你就是直接整个消失。我不知道他的我不知道他被我拆穿的反应会是什么，有可能也会伤害他或伤害你。对啊，我有可能伤害到他，对，然后我也不能预期到他是不是已经有一点点，有可能会因为毒品的副作用会有一些神经质的反应。那他万一去乱讲造谣，结果怎么办？这样想得非常透彻哎。然后我也遇过，后来才知道他是有虐待小动物的。这个很严重，不行，蛮严重的。这个很像那种韩剧里面会。我为什么会发现？是因为我家的狗。我那时候养狗，然后他来我家的时候，我家的狗突然缩到一个他从来不去的角落发抖。我想说怎么那么奇怪？对。然后突然他的皮肤被我发现有一片红红的，然后是后来他的某些前任在 IG 上跟我讲这样子。那你到底怎么面对这些？就是他很 drama，然后老实说我也没有时间处理。所以我选择用这种很烂的方式，就是先闪退，因为老实说那时候也没有在就是暧昧多久，还没进入到一个正式关系抽离的阶段。对，但我轻忽到的一件事情是我本身的职业跟我所在的光环。我本来就不觉得我是有光环的人，但是旁边人说每个跟你交往的人，你不能没有这个前提。你应该要有一个前提，他们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光环来的，对。但是我交往的时候，我都不会去想这个，因为你是当事人嘛，应该是那个立场的问题吧。可是那种人突然消失，你就很容易被人家说你是渣男。对啊，因为他们就会说，就是你就消失了。对，就是我不知道我们两个到底怎么了，他就突然自己消失啊。对啊。但也是事实。对。我以为你是那种很容易放下的类型。没有。现在也是吗？哦，现在我不会去碰触我知道会让我放不下的人。这个好深哦。我蛮知道我会陷多深，从一开始就知道。所以我一旦看到这个人有可能会带领我到放不下的那个状况的时候，我就会直接不理他了，我就把它切断，我自己切断，我不允许我自己去谈这么轰轰烈烈的爱情。所以现任男友是平平稳稳，安居乐业。但他不会让你陷那么深的原因是什么？我宁愿是越陷越深，而不是一开始就像你就是可能很容易，对我可能一开始就下去的。很多人到现在还是这样。对，就这种伤筋动骨的爱情不值得。他在跟你说，真的。但你要怎么样去开始在询问？因为其实你们第一眼就知道了。我大概懂你意思。对啊，你第一眼就知道这个人是吸引你到哪个程度。对，这就是一个选择。你到了这个年纪，你还是会不小心碰到一个人，
会让你朝思暮想，然后觉得好想打给他，会啊好想跟他联络，一定要，好想追追看哦。对，每天睡不着吃不下，这种就会直接断掉。我有时候还会莫名其妙封锁。可是，那就代表你喜欢的程度很高，但你又要被迫去终止，那很难。我觉得这个很可以，我对自己蛮狠。我是做不到，我做不到。哎，你知道有时候，因为我要自保。可是有时候是不知不觉。我知我觉，我觉得没有不知不觉，是你放纵是你自己，让自己飘在那里面。你自己假装没有感受。对，你是什么时候的状况下才知道这件事情？你必须做这件事情。经历那么多，我还不知道。每个也是每个让我最伤心痛苦的，都是我第一眼就知道我会完蛋的。可是哪一刻开始你发现你不能再真的进去？上了那么多次新闻之后。你上蛮多事情，我不知道在说，就是它是个累积嘛。哦，就是当一个人一直在 loop 里面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不对，something is wrong。但跟另外一半一起工作，对你来说会不方便吗？因为我觉得一起工作跟另外一半是圈内人又是两回事。还好哎，我觉得刚好个性使然，所以他没有我跟他之间没有太适应不良的地方。我觉得那个点是说，你必须要很长时间的相处。你以前的对象可能因为你工作很忙，你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我觉得我们奇妙的地方在于，就算长时间相处，也不会两看相厌，但也不会到那种修起来，就是没有也不是要到那种激情的样子。就是以五行八卦来说，丙火是大火嘛，然后丁火是小火，我们两个之间顶多就是产生小火。然后是更久长远的燃烧，而不是一下瞬间烧完，像101烟火这样就熄灭了。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燃油还蛮多的。